欢迎收听《茶学笔记》第1季第12集，6大茶类抗老排名揭晓。2025最新研究，第1名居然不是绿茶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大家天天都在做的事。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句健康真理叫做多喝水，没事没事，多喝水。但是老师，听说最近有一份2025年的最新科学研究结果，好像完全颠覆了这句话，对吗？对，没错，这份热腾腾的研究数据，其实真的打破了很多人觉得单纯喝水最健康的那种刻板印象。因为在他们严格的抗老长寿实验里面发现，完全没有喝茶，只喝白开水的对照组，也就是 control group， 它的平均寿命竟然是所有组别里面最短的。天哪，真的假的？只喝水居然垫底，反而是喝茶让寿命明显延长。老师，难道茶里面真的有某些成分能帮细胞抵抗老化吗？这又是哪里来的惊人研究呢？我们直接来看这篇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《食品研究国际》的重磅论文。研究团队是使用科学界公认的抗老测试模型，也就是秀丽隐杆线虫 Caenorhabditis elegans， 来测试茶类的延寿效果。是用线虫来测试。对，那数据明确指出，完全没有加入任何茶萃取物的对照组，平均寿命就只有17天。而表现最亮眼的冠军是经过渥堆发酵的黑茶 Dark Tea，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普洱熟茶这一类，它的平均寿命达到了21.42天。哇，对照组17天，冠军居然有21.42天，换算下来，足足比对照组多活了将近1/4，大约25%的寿命耶。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会不会是因为这个黑茶用的茶树品种本来就比较昂贵、比较特别，所以才赢过大家公认最健康的茶类呢？其实这就是这篇研究最严谨也最让人心服口服的地方。科学家为了追求绝对的公平，这6大茶类全部都是使用同一种茶树品种，也就是广东的英红9号。都是同一种茶树？没错，而且是同一天采摘下来的1心2叶鲜叶。也就是说，大家的起跑点完全一样。这是一场纯粹的制茶工艺 （processing technology） 大对决。既然是一场大对决，那成绩到底怎么样啊？大家公认最健康的绿茶在抗老表现上排第几名？论文里以平均寿命来看，延寿表现的排序其实非常有意思。第1名是黑茶，接下来的顺序依序是白茶 （white tea）， 然后乌龙茶 （oolong tea）。那绿茶呢？大家原本最看好的那个绿茶 （green tea） 其实只排在第4名，最后则是黄茶 （yellow tea） 与我们常喝的红茶 （black tea）。绿茶居然只排第4。原来大家的起跑点真的完全一样，都是同一批鲜叶做出来的哦。那为什么经过后发酵的黑茶抗老效果会这么强，甚至打败绿茶拿下冠军呢？难道它能在我们身体里启动什么特别的保护机制吗？对，黑茶之所以表现最好，就是和它独特的后发酵工艺有关，这让茶叶里的化学成分产生了奇妙的转化。黑茶确实启动了一套很关键的细胞保护机制，专门用来抵抗一种叫做铁死亡 （ferroptosis） 的衰老现象。铁死亡这个名词听起来很学术诶，老师可不可以用生活一点的方式帮我们解释？好，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台精密的汽车引擎，我们平常听到的那个氧化就像是车子外壳生锈，而铁死亡则是引擎内部出了致命的大问题。引擎内部出大问题是像什么情况？就是当我们年纪变大，体内会累积太多失控的亚铁离子 （ferrous ion）， 这就像是引擎里面吊满了生锈的铁屑，这种有害的垃圾。这时候如果再加上脂质过氧化 （liver peroxidation），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体内的油脂变质，变成了像抽油烟机上面那种陈年废油垢。天哪，生锈的铁屑遇上陈年废油垢？没错。当生锈的铁屑遇上陈年废油垢，引擎的齿轮就会直接卡死，甚至整台报废。这就是细胞的铁死亡。
但研究数据发现，喝了黑茶的组别体内这种会让细胞报废的亚铁离子直接大幅下降了62.77%。哇，直接大幅下降了62.77%，原来就像是直接把引擎里面那些危险的生锈铁屑清掉60%以上。是的，能做到这点的秘密武器就是黑茶在发酵后大量增加的多酚类 polyphenols， 像是芦丁 rutin， 还有墨石子酸 gallic acid 这一类的活性成分。所以它们就是清铁屑的功臣咯。对，它们就像是引擎里的强力除锈磁石，科学上称为螯合作用 chelation， 能把危险的铁屑牢牢吸附，五花大绑起来，让它们失去破坏力。而且黑茶不只负责除锈，它还帮引擎做了满满的防锈保养。还有防锈保养啊？我们人体内建了一个强大的抗氧化主力军，也就是很多爱美人士常听到的谷胱甘肽 glutathione， 简称 GSH。实验发现，喝了黑茶之后，体内这个天然防锈机油的含量竟然暴增了75.89%。原来如此，等于是用多酚类清掉了坏的铁屑，还让谷胱甘肽暴增，换上了全新的防锈机油。听起来引擎的防护已经很到位了。那黑茶还有其他保养的绝招吗？其实还有。大家知道，一台车光是引擎运转顺，机油也加满还不够。如果电瓶老化没电，车子一样发不动，对吧？确实，没电就完全跑不动了。大家最近在健康节目一定常听到一个很红的词，叫做粒线体 mitochondria。它就像是我们细胞专属的超级电瓶，负责提供全身满满的活力。实验发现，黑茶可以保护粒线体的功能完整，确保这颗电瓶不会因为老化而蓄电量下降。只要把这个电瓶充饱电，搭配顶级的机油与没有铁锈的引擎，这台车子当然就能开得更久、更顺畅。听起来黑茶根本就是像替细胞做一轮深层保养耶！不止把会让我们老化报废的铁屑清理得一干二净，还顺便加满了顶级机油，甚至连我们最在意的粒线体电瓶都照顾到了。不过老师，这让我有一点担心。一般在医学上，如果有药物能让人大幅延长寿命，通常会伴随一些副作用。那黑茶这种强效的延寿效果，会不会也有什么看不见的代价呢？这确实是要担心的一件事。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权衡假说 （trade-off hypothesis）， 也就是说，寿命延长往往要付出繁殖力下降的代价。但是这篇研究特别去监测了线虫的产卵量 （egg laying amount）， 结果非常令人振奋。难道说完全没有影响吗？对，喝了黑茶的线虫不仅活得最久，它们的产卵量跟对照组相比完全没有显著差异，而且卵也全部顺利孵化。这证明了黑茶的延寿作用是非常安全、温和的天然防护，没有引发这种生理上的副作用 （side effects）。活得久又不影响生理机能，这真的太棒了。那我有一个朋友是死忠的绿茶控，他听了这一集会不会觉得自己以前喝绿茶都白喝了？这个问题非常棒，这也是科学最需要保持客观的地方。首先，这篇研究发现6种茶其实都有帮助，只是黑茶在这场严格的压力测试中表现最亮眼，所以绿茶控千万不要把手边的茶丢掉。在提供抗老保护力这件事情上，只要有喝茶，绝对比单纯只喝白开水来得更好。那我朋友可以放心了，他刚才大概吓出一身冷汗。那第二个问题，这个线虫的实验结果真的可以直接套用到我们人体身上吗？我们必须诚实地说，这是在秀丽隐杆线虫身上的实验，目前还不是人体实验 （human trial）。不过大家别小看这只线虫，它控制老化的基因跟我们人类非常相似，是科学界公认最好的抗老测试替身。哦，所以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。没错，所以这个发现对我们人体是有高度参考价值的。简单来说，它的科学意义是告诉我们，黑茶能帮细胞减少磨损，
而不是喝了就能长生不老。减少磨损这个观念很棒，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理性，不能把它当仙丹，每天狂灌，甚至连水都不喝了吧？绝对不行，千万不要神话普洱茶而不喝白开水。实验里的对照组寿命最短，是因为他们除了水之外，完全缺乏了其他抗老营养素的保护。对人体来说，纯净的白开水依然是维持基础代谢不可或缺的。那具体来说，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怎么做比较好呢？最具体的做法就是顺其自然，把你平常爱喝的含糖饮料，或是下午茶的那杯半糖奶茶，换成一杯温润的无糖黑茶或普洱熟茶。用这种没有负担的方式，帮身体建构最强的防御网。原来如此，水还是要喝，绿茶也可以继续喝，但是把会让我们变胖变老的含糖饮料换成能清除铁锈、保护粒线体淀平的黑茶或普洱熟茶，才是比较聪明也比较没有负担的日常调整方式。今天这集真的完全颠覆了我的观念，原来茶叶发酵后竟然藏着这么强大的抗铁死亡防御网。我们茶学笔记第1季第12集就到这边，感谢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科学解密，我们下次见喽！谢谢大家，记得哦，与其喝下会让身体生锈的含糖饮料，不如来杯帮细胞除锈的无糖黑茶。我们下次见。穿透书籍迷雾，品味健康深度，不再听信模糊的口传，用科学书谱转入间的研究，让茶学必经为你导读，与我一起科学饮茶，温暖你的心。